大家好，欢迎收看80后的慢生活，我是 Andy。今天呢，我将会把所有的沙漠玫瑰都换上新的戒指。这一盆是长得最好的，而且还长了种子。换完土过后，就发现不小心给种子折断了。尝试把它粘贴回去，但是粘不回了，就扔掉了吧。其实为什么要换土呢？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看起来根系都不是很健康，感觉之前配置的戒指都不是很正确，或者是对他们很适应。应该说不太合适，而且呢还有一颗长满了霉菌，不管怎么清洗，怎么浇多均匀，都清除不掉，就决定把所有的植物、所有的沙漠玫瑰搬出来，一次过跟他们换去比较透水透气的戒指。之前呢，我都是用比较大的盆来栽种，但是感觉大的盆对它们保持泥土干燥的环境并不那么的理想。好啦，这些都是种了比较久的沙漠玫瑰，一次过把它搬出来。全部搬出来，然后拍个集体照。你看，很多叶子都黄了，估计它们的根系已经开始腐烂了。你看这么大颗，根都完全长不进去。原本以为用这个比较浅的盆，根系会比较好，结果因为配的土介质不合适，浇水的时候虽然浇了很少水，但是感觉它的泥土比较慢干。有一些呢就还好，这个比较稳根，它的根都扎进去盆里面。最理想就是这种状态了，种沙漠玫瑰。但是竟然已经搬出来了，就一次过全部换掉吧，不管好或不好。有些人呢会把它做修根的动作。有些人就，但是对我来说呢，修根或许会有帮助，植物的成长，或者是促进它新的根系的发展，重新生长。但是我就比较懒得做修根，所以就这样子把泥土弄掉，旧的泥土弄掉，然后再重新的配上新的戒指就好了。你看这个种的比较小盆的，非常浮盆，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了。种沙漠玫瑰呢，最主要是泥土在浇水过后1-2天不会积水，然后又在1-2天里面都会干透。这样呢，对沙漠玫瑰的根系发展是最好的。
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，但是如果有说错的话，就请网友多见谅了。然后同样的，我会把旧的土先用手弄干净，稍微弄一下，给它松一点。这个也是很浮盆，感觉这种很小的盆呢，它的根系都生长得非常的好。然后之前我配的土呢是以椰块比较多，就下面盆底呢下面会铺满一层椰块，然后中间呢就放一些火烧土，泥炭土，再加一些珍珠岩，但是感觉效果不是那么的理想，尤其是盆子比较大的话，基本上水都很难干透。估计是因为椰块保水性太强了，而且盆底放椰块，其实对沙漠玫瑰来说，根系生长的不是很理想。然后如果一不小心水浇多了，或者是天气太潮湿，水就很慢干，然后这样子日复一日，一个星期再过一个星期，就很容易的烂根。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它不健康呢？首先它就开始落叶，或者是叶子开始发黄，那时候就要注意，可以先在1到2个星期不要浇水，然后再观察看看，如果真的不行，就要真的要把它拖起来检查了。好像这一盆发霉，这个估计应该是霉菌或者一种菌类，不是蜘蛛网。不管我拿水怎么冲洗，然后再喷上多菌灵都不行。所以呢，今天就决定把所有的盆都拆出来，然后那些有毛病的呢，我会先晾干，就放在阴凉的通风处，大概3个星期，检查一下没有毛病的话就重新入盆。先准备一些大颗粒，就是 pumice 青石，还有这个是小颗粒，小的青石 pumice。还有 rice husk， 这个是米糠，没有燃烧过的米糠，还有一些这个也是 pumice。然后配土方面呢，我会用大颗粒，就是青石，大的青石放在盆底，每一个盆底呢都放满，大概1/3或者1/4的大颗粒，这样呢就可以很好的确保它的透水性。然后中间的土呢，就放一些椰块、珍珠岩。珍珠岩应该这次会放比较少一些，然后再加一些rice husk， 就是米糠，还有燃烧过的米糠，还有一些小桃粒、小青石，可能还会掺一些，就掺多一些促进发根的蛭石。然后当然在肥料方面呢，底肥我会放一些蚯蚓肥，
其实沙漠玫瑰对土的要求并不是那么的高，只要泥土够干就可以了。当然，要是它生长得好，透水性、透气性，还有接下来第3步才是施肥，肥力要够呢才会开花。所以底层呢就是铺一层青石，中间呢就是上面我所说的那些配土，然后在最上面呢我再铺多一层pumice 青石，这样呢就可以防止当浇水的时候那些土会被冲出来，做铺面呢也比较好看。然后既然换了盆，就顺便换了这个发财蒜，因为它的配土细球跟沙漠玫瑰差不多一样，所以我就拆开来看，根系还是长得不错的。但是这种萝卜根呢，稍微不小心就会烂根。表面上看起来它的根系是长得很好，但是往里面挖的话，就会看到有很多烂掉的根。这些都是因为浇水太多，或者是它的水积在盆底太久，使到根系腐烂。之前一拆开盆的时候感觉很稳根，怎么知道越挖越少根呢？全部都是烂掉的，就剩这么少健康的根，中间还出现了一个很深的坑。先把那些不健康的根拔掉，然后再重新换上新的介质。换完土过后呢，我会先放在阴凉处，大概5天到1个星期，然后再浇水。因为在换土过程中呢，根系多多少少会受到损伤，然后我又不想因为细菌的感染而导致整株植物烂掉，所以呢我就放着给它伤口慢慢的愈合，然后过后1个星期过后再浇水。好了，这期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和订阅，谢谢大家。